民间常言，阴阳有别，亡魂不敢现于白昼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多认为是阳光驱散了阴气，令游魂无处藏身。然而，在一部失传千年的幽冥问答录残卷中，记载了一段地藏王菩萨与弟子的对话，道出了亡魂蔽日的真相，非具光明，实为世间三物。这三物看似寻常，却蕴含天地至理，令阴魂闻之色变，避之不及。玄宗13年，长安城外的香积寺内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林间雾气缭绕，寺中主持慧空禅师正在藏经阁整理经卷，忽闻门外有人轻叩：“阿弥陀佛，是何人在外？”弟子李渊求见慧空大师。慧空推门，见一中年文士站在门外，面容清瘦，眼中却有异样的光彩。施主请进。慧空行礼道：“不知施主何事寻我？”李渊拱手还礼，神色凝重道：“大师，弟子有一事相询，关乎阴阳之道。”慧空示意他坐下，亲手沏了一杯清茶。施主请讲。李渊双手接过茶杯，却未饮，只是轻轻放在桌上，眼神游移片刻后道：“大师可知，家父亡故已3载，然近日家中时有异象。每逢夜半，厨房传出响动，时有碗碟移位，书房烛火无风自灭，后院枯井偶有叹息声传出。这些异象皆发生在夜间，从未在白昼出现。”慧空闻言，神色不变，只是轻轻抚须：“施主是想问，为何亡魂只在夜间现身？”“正是。”李渊急切地点头。民间多言亡魂畏惧阳光，不敢白日现身，但我翻遍家中藏书，却未寻得确切答案。大师博览经藏，定有见解。慧空沉思片刻，目光投向窗外已转浓的夜色。此事说来简单，却也复杂。阴阳有别，却是天地大道。然而亡魂不现于白昼，却非仅是惧怕阳光那般简单，还请大师明示。李渊急切道。慧空看着李渊焦急的神色，缓缓道：“施主可知，我佛门中有地藏菩萨本愿经？”李渊点头，略有耳闻，据说是记录地藏菩萨拯救幽冥众生的经典。不错。慧空起身，从书架上取出一卷经书，轻轻展开。此经中记载，地藏菩萨于刀立天宫，向佛陀及诸天众说法，言明幽冥之事。其中有一段话，或可解施主之惑。慧空翻到某一页，缓缓念道：“佛告定自在王，言服众生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世人所言亡魂畏日，表象而已，究其本质，实为因果使然。”李渊听得半懂不懂，正欲请教，突然寺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随后一名青衣童子匆匆跑进藏经阁。“师父！”童子面带惊色。寺外有一老妪倒在山门处，言是走夜路迷了方向，如今已昏厥过去。慧空立即起身：“速带我去看看。”李渊也跟着站起：“大师，我随你一同前去。”三人匆匆来到山门外，果见一位白发老妪倒在地上，面色苍白，呼吸微弱。慧空检查后，命童子取来药草和清水，为老妪简单处理。片刻后，老妪悠悠转醒，见周围三人，惊慌地想要起身。“老施主不必惊慌，这里是香积寺，贫僧是寺中住持慧空。”慧空安抚道。老妪这才稍稍放松，颤巍巍地坐起来，道：“多谢大师救命之恩，老身本是城南杨家村人，今日赶集归来，不慎迷路，天色已晚，又遇阴风阵阵，吓得心神不宁，这才昏倒在此。”慧空点头：“老施主夜行山路，确实危险，今夜已晚，不如在寺中歇息一晚，明日再返家如何？”老妪连连点头称谢。慧空命童子安排客房，又让他准备些热粥送去。待童子领老妪离去，李渊与慧空重返藏经阁。方才说到亡魂不敢白昼现身一事，李渊再次提起话题：“大师可否继续指点？”
慧空沉吟片刻，目光深远。施主可知，我有一位师叔，曾游历天竺，带回一部《幽冥问答录》，记载了地藏菩萨与众弟子论道的内容，其中便有关于亡魂蔽日的记载。此事我也有所耳闻。李渊眼前一亮，据说此书已失传多年，大部分却已散佚。慧空叹道：然我寺中尚存一部残卷，记载了一些珍贵对话。慧空走向一处暗格，取出一个檀木盒子，从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几页泛黄的纸张，此乃残卷中的一部分，记录了地藏菩萨回答弟子关于亡魂蔽日的问题。慧空轻轻展开纸张，上面写道：弟子问，世人皆言亡魂不敢白昼现身，是否因惧怕阳光？地藏菩萨答：非也，阴魂避世，非为惧光，实则有因。李渊听得入神，菩萨说的因由是什么？慧空正欲回答，忽听窗外一阵奇异的风声，窗纸剧烈抖动，岸上烛火突然暗了下来，随即又恢复如常。两人不由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惊讶。李渊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。慧空安然不动，只是微微皱眉，随后轻声道：无妨，寺中地处山林，夜间风大而已。他继续翻阅那残卷，道：此卷记载地藏菩萨曾在忉利天宫大会上应帝释之请，详解幽冥之事，其中提到亡魂不敢白昼现身，实则是因为白昼之时人间有3种质物在场，令亡魂难以靠近。3种质物？李渊好奇道：是何物如此神奇？慧空轻抚经卷，此处残缺，未能详述，令他不由得更加好奇。窗外夜风渐起，树影摇曳，投射在窗纸上，如鬼魅般舞动。此事说来玄妙。慧空继续道：冥详记中曾记载一事，晋朝时有书生夜读，忽见亡父现身。书生问：父亲为何只在夜间现身？亡父答：阳间3物在，魂魄难以进，天明之时吾自当离去。书生再问3物为何，亡父却已消失，这好生奇怪。李渊摇头：既然如此，若要与亡灵相见，岂非只能在夜间？慧空微微颔首：古人有云，阴阳各有主，生死各有界，阳间阴间本是2界，不可轻易打破平衡。亡魂若频繁现世，恐于自身不利，易扰乱阳间秩序。两人正谈间，忽听门外一声轻响，慧空喊道：是谁在外？门缓缓推开，却是先前那位老妪。他神色惶恐，双手紧握。大师，老身在房中休息，忽闻窗外有人轻唤我名，声如游丝，却甚是清晰。老身惊惧，特来寻大师解惑。慧空凝眉思索片刻，对李渊道：施主暂留此处，我去看看。随后引老妪离去。李渊独自在藏经阁中，不觉有些紧张。烛光摇曳，影子在墙上晃动，似有生命。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残卷上，忍不住上前细看。残卷上的字迹已经模糊，李渊正欲继续查看，忽听一声轻响，回头一看，不知何时，一位身着黑色袈裟的僧人已站在门口。僧人面容清瘦，目光如炬，一眼看去，令人心生敬畏。施主在寻找什么？僧人声音低沉，不带丝毫感情。李渊吓了一跳，连忙行礼：在下不敢妄动大师经卷，只是好奇看看。不知大师是？贫僧玄静，是慧空师兄的同门师弟，刚从五台山游历归来。僧人缓步走近，目光落在残卷上。施主对此卷很感兴趣。李渊如实相告：家中近日有异象，疑是亡父显灵，故向慧空大师请教亡魂不敢白昼现身之因。玄静双手合十：阿弥陀佛，名扬之事非同小可。他看向窗外，夜色已深，月光如水。施主可知，今夜正是7月14，明日便是中元节，阴气最盛之时。李渊站在一旁，
静静地聆听。他有种预感，接下来大师要讲的东西可能会颠覆他所有的认知。只见玄镜大师神色凝重，双手轻抚卷轴，凡间之人只知亡魂未日，却不知这其中隐藏着千古玄机。玄镜大师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芒，继续道：亡魂避世，非为聚光，实则是忌惮人世间那三样之物。李渊迟疑片刻，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疑问，拱手发问：敢问大师，这三物究竟为何物？此时玄镜缓缓走到窗前，月光洒落在他庄严的面容上，他静静望着寺院被银辉笼罩的殿宇，声音低沉如钟：第一物乃是人心。人心？李渊一愣，显然对这回答颇感意外。亡魂为何会畏惧人心？站在一旁的玄镜大师缓缓迈步而出，目光清澈如水，又如深潭，沉而不测。他望着李渊，语气庄重而不失威严：太上感应篇早有名言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世间万象皆由人心起。你可知这人心正是天地间最玄妙最不可测之物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人之一念可以通达天地，感动神明。意念善起，天地清明，福报随之而至；一念恶生，冤孽缠绕，祸患极至。亡魂最惧的并非人之血肉，而是活人心中那一点至诚至善的正念。那正念如光，照耀幽冥，令孤魂野鬼无所遁形。窗外夜风渐起，吹动松枝沙沙作响，树影斑驳如舞。月光在殿外的石阶上洒下一层银白，仿佛神明的注视洒落人间。玄镜大师抬手指向窗外，道：地藏经中亦有言，难言菩提众生，举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人之一念，无论善恶，皆可在天地间留下痕迹。但正是因这念力巨大，若一心向善，念念不忘正道，便能积聚正气，感通冥界。白昼之时，人心活跃，万念并行，善念交织成光，正念汇聚如潮，那正气便充盈于天地之间。此时亡魂怎敢贸然靠近？岂非自投罗网？李渊听得入神，却仍心存疑惑，低声问道：人心真有如此力量？它既无形无状，又如何能对抗幽冥之物？玄镜大师闻言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不带轻蔑，反倒如慈父看待幼子般的包容与引导。他缓缓点头：正因其无形，所以无所不在；正因其无状，才无所不能。人心至诚，可通神明；人心至善，可驱邪魅；人心至正，可镇亡魂。他轻轻拨弄手中念珠，声音沉稳如鼓钟。造神经中曾有一言：一念正气在，千邪不敢侵。这是古人留给世间的真理。白昼之时，万民活动，百业并兴，心念奔涌不息。那念头中虽有贪嗔痴念，但也有忠孝仁爱、信义礼智之德。众人心念交汇，正气澎湃，如光照九州。你可想，亡魂若要于此时现形靠近，如同蝼蚁挑战苍龙，又怎能不惧？李渊神色凝重，似有所悟，却仍觉其中深意未尽。他望向玄镜大师，眉头微皱，正要开口，便听大师缓缓续道：第二物乃是善行。善行？李渊不解，这与亡魂之间又有何种关联？玄镜大师转过身，望向窗外如洗的月色，语声低沉，却字字铿锵。三世因果经有云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世间万象皆因果相循，人之所为，善恶不虚，一念之间，造化命数。他缓步走至窗前，从怀中取出一串念珠，轻轻拨动，珠声沉稳，宛如时光在静夜中流转。人在阳间所修善行，并非虚无缥缈，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助人，每一件正义之举，皆如明灯点燃于黑暗之间。那光是从心中生发而出，
直照幽冥。亡魂最畏惧的正是这由善行凝聚而成的福德光芒。李渊望着大师拨珠的动作，只觉那念珠仿佛与他的每一句话相合，愈发感受到一股庄严的力量。玄镜大师继续道：白昼之时，百姓勤劳于田野，子女孝养父母，商贾诚信交易，学者修身齐家，这些看似平凡的行为，实则皆是善行。天地有感，诸般善行化为阳和之气，如同日光普照人间，驱逐阴寒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沉定，而那无主之魂，游离之魄若于此时妄图靠近，便如飞蛾扑火，非但无处容身，反而为福德之光所着，自取灭亡。善行之力虽无形，却如烈日当空，焚尽魑魅魍魉。李渊听至此处，心中溅起波澜。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，一个人的善行不仅关乎自身命运，更是护佑人间的力量。那看似无关生死的每一个小善，原来都能成为抵御幽冥之力的屏障。此时窗外云层缓缓散开，清冷的月光洒落大地，映出一片银白的宁静。玄镜大师站在月光之下，整个人仿佛与夜色融为一体，显得格外庄严肃穆。他轻声道：地藏菩萨曾言，善者生善处，恶者生恶处，此言非虚。善行之人，其身自具福德之光，如披霞衣，执慧剑，纵行幽静，群鬼亦不敢近其身。尤其白昼时分，世间万善齐发，万念归程，那汇聚而成的光明，足可化作一道无形之障，将阳间与阴界清明化界，使幽魂无由穿越。李渊眉头紧蹙，忍不住急切地问道：那么那第三物究竟是什么？玄镜大师仰望夜空，月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面庞上，使他整个人仿佛融入了那银白的幽灰中。他神色庄重，声音低沉而清晰：第三物乃是正信。他说着，目光投向遥远的月色，仿佛在透过这清冷的夜色窥视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。阴阳剑中有言：信者，天地之本，万物之源，世间万象皆有其理。而人之正信，便是那贯通阴阳，沟通天地的无形之力。他微顿片刻，仿佛在等李渊将这句话完全消化，而后接着道：正信不同于迷信，也非凡俗之祈愿，它是人心中最本真的向善之意，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，对祖先的感怀，对正道的执守。此念一生，便如一缕清光，能穿透阴霾，震慑魑魅。李渊怔然，他本以为这第三物会是一种法器，或某种符篆秘术，却不料竟是一种无形的信念。就在此时，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，沉稳而悠远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钟声仿佛击在人的心上，震得人精神一凛。玄镜大师闻声微闭双目，手指合十，继续道：每当白昼，僧众持诵经文，信是礼拜诸佛，道观施法作仪，百姓焚香祭祖，这些种种行持，皆是正信的体现。他们或求平安，或盼福祉，但更深一层，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认同与守护。如此种种汇聚起来，便如一张无形的法网，铺展在人世之间。他睁开眼睛，眼神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这法网非人为编织，亦非形而下之物，而是众生念力交汇凝成的天罗地网。阳间的正信越盛，这法网便越密越牢。亡魂若无引渡，未经净化，便如误入其间的飞虫，被正信之力束缚压制，难以逃脱。故而你要记住，有时最强大的力量不是神兵利器，而是众人心中的一念之诚。李渊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非是亡魂怕光，而是畏惧人心。善行与正信这三物。玄镜大师颔首，正是玄门经记中记载，鬼神之道，阴阳分明。亡魂若要现身阳间，需天时地利人和，人心善行正信三者皆若实，方可一显。是以
多在夜深人静、万物归寂之时现身。玄镜大师看向李渊，然施主家中近日有异象，且只在夜间出现，或许却是令尊显灵。不过亡魂现世，必有所求，施主当思，令尊在世有何未了心愿？李渊沉思片刻，突然面色一变。3年前家父离世前，曾言要将祖传的一部《太玄经》捐赠给寺庙，以求子孙平安，但因事忙，此事一直未了。莫非很可能是此因？玄镜大师点头，亡者心愿未了，魂魄不得安宁，故而显灵提醒，施主若能完成先人遗愿，令尊自然安息。李渊向玄镜行礼，多谢大师开示。玄镜摆手，不必客气。人心、善行、正信3物，乃是阳间至正之物，亡魂自然畏惧。施主若要解决家中异象，不妨先完成令尊遗愿，再做3件善事，以积阳德，自然可化解。李渊恭敬应下，弟子明白了。夜已深沉，月色如水。玄镜看着李渊已然领悟的模样，道：我尚有要事，不便久留，这就告辞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李渊不由生出几分敬畏。次日清晨，李渊早早起身，向慧空告辞。回到家中，李渊满心感慨，此行虽短，却令他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亡魂避世，非为惧光，而是畏惧人心、善行与正信这3物。这3物看似寻常，却蕴含天地之理，能令阴魂闻之色变，避之不及。随后立即寻出父亲遗留的《太玄经》，命人送往城中最大的寺院，又捐银100两，为贫困之人修建水井，资助10名贫寒学子，使其能够继续求学。在家中设立义诊，为贫苦百姓免费看病。这3件善事做完后，家中异象果然消失，再无半点骚动。李渊明白，父亲的亡魂应是得到安息，回归幽冥了。1月后，李渊再访香积寺，想要感谢慧空与玄镜2位大师。然而寺中僧人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寺中从未有过名为玄镜的僧人。那晚为我解惑的黑衣僧人，难道不是贵寺僧人？李渊惊讶道。寺中僧人摇头，寺中确无此人。不过僧人忽然想起什么，寺中藏经阁内有一尊地藏菩萨像，通体漆黑，乃100年前一位高僧所塑。传说此像灵验非常，能为真心求问者指点迷津。李渊闻言不由得浑身一颤。那晚与他交谈的玄镜大师，难道是寺中僧人带他来到藏经阁深处？果见一尊黑色地藏菩萨像安坐其中，菩萨面容慈悲，神态安详，与他记忆中的地藏王菩萨大师竟有7分相似。李渊跪地叩拜，心中既惊且喜。原来那晚为他解惑的竟是地藏菩萨化身。从此以后，李渊常入寺院礼佛诵经，晨钟暮鼓不辍于耳，行住坐卧皆不离善念。他不再将修行视为庙堂之事，也不再以鬼神为谈资，而是真正从心而发，广行善事，济人济物，力行仁义。他深知那些游走阴界的亡魂之所以不敢于白昼现身，并非因阳光刺眼，亦非畏惧人声鼎沸，而是对人间3样至正之物心存惧意，那便是人心、善行与正信。此3者非行非气，却威力无穷。人心至诚，念念归善，善行留步，德泽人间；正信不移，贯通阴阳。这3者若汇于一身，纵无福禄神兵，也能震慑百鬼，化解冤魂，令邪魅无所遁形。这一番道理，既解开了李渊多年来对幽冥之事的疑惑，更成为了他此生修行与立身的根本。他终于明白，阴阳有别，生死有隔，非是偶然，而是宇宙间秩序自成。亡魂之所以昼伏夜出，避人间而行，不过是因人世间正气盈满。白昼之时，众生心念炽盛，善行如光流转于尘世，
信念如炉燃烧于胸中，亡魂若不经引渡便擅入其中，犹如踏入刀山火海，非但不得解脱，反添冤业。他时常告诫子孙与乡邻，修身之本不在外求，而在内心；避祸之道不在符咒，而在德行。他将这三物之理视为至宝，代代相传，不以为迷信，而奉为人生指南。因他深知，唯有人心归善，世道方安；唯有善行广布，福报方至；唯有正信不疑，方可庇佑己身与后嗣。这一切正如地藏菩萨所言，众生业力深重，唯凭善念善行方能转化此中玄机，非独为亡者而设，更是生者应悟之理。世人若能明此道，心念向正，不惧幽冥之祸，反得福德加持，延年益寿，福泽绵长。李渊感念此理，不仅自修其身，更以此化民成俗，使一方百姓皆崇德上善，村中香火日盛，夜间更少鬼祟之事。自此之后，他未再畏惧阴魂鬼魅，而是以平常心面对生死，明理处世，以善修德，以心守道，直至寿终之日，亦神色安然，了无挂碍。这三物之理，诚如地藏菩萨所传之千古玄机，不仅是渡魂引魄之法，更是立身处世、修行悟道之根本。愿众生皆能知之、行之、悟之，化解冤业，转苦为福，善念不灭，慧光长明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，